不管你是来台湾玩的游客，还是在台湾读华语的学生，我觉得对你会很有帮助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知道你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要讨论这个话题，我只能很肤浅的把情况分为两种。一，你的外表像大多台湾人熟悉亚洲人的样子，以这张表来看，就是这些亚洲国家：印尼、越南。二，你的外表不像亚洲人，你是哪一种呢？一，先说第一种，你的外表像台湾人想象的亚洲人。有一些美国人，他们是亚裔，外表像亚洲人，但是他们不是台湾人，也可能不会说中文。他们可能遇到的情况是，台湾人看到他们的脸，会跟他们说中文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正在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是有帮助的，但是我可以理解你只是个初学者，然后台湾人用很日常的方式说话，你可能会有挫折。但对于你的好处是，如果你是中文学习者，你可能会因为被期望说中文而有把中文学好的目标。第二个情况是，你的外表不像在台湾常见亚洲人的外表。所谓台湾人想象的亚洲人外表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外国人的人口数，越南和印尼人在台湾是很常见的。对于台湾人来说，如果你不是来自这些国家，台湾人就比较少会在路上看到，也就代表比较陌生。我猜想可能因为这样，台湾人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。这类型的外国人通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，他们想说中文，但是台湾人总是用英文回应。除了我觉得台湾人想练习英文外，我觉得有两个原因：一，你中文说不清楚；二，台湾人怕误会你的意思。我举个例子吧，我跟外国朋友去点饮料时，我觉得我朋友的中文说得很清楚，但是店员会看着我，然后跟我确认一次朋友点了什么。后来我就决定在朋友点饮料时，当然如果他想练习中文的话，我会站在比较远的地方，让他自己面对店员。我觉得店员是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的，只是店员希望再确认一次。我猜台湾的店员在工作的时候很怕被客诉吧。台湾人在找餐厅时，除了用 IG 之外，也很常看 Google 地图的评价。如果听错客人说的话，导致客人对这家店的印象不好，会让这家店得到负评，所以店员们可能想要谨慎一点。当然，这是我自己的看法。这是我个人的建议。如果你来台湾，你刚好也在学中文，你最常使用中文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买东西的时候。我建议你尽量展现出自信。我知道在台湾点饮料有点复杂，但是如果你想练习用中文点饮料，至少饮料的名字、糖度、冰量都知道要怎么表达。如果不是很有自信，店员可能也会怀疑自己的耳朵。如果你成功为自己点饮料一次，就会给你很大的自信。我觉得一个外国人如果能在台湾帮自己点一杯喜欢的饮料，然后选择自己想要的糖度还有冰量，是一件令人佩服的事。毕竟饮料也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。我正在做一个如何在台湾点饮料的影片课，饮料文化是台湾日常很大的部分。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把常见的饮料名字、汉字，还有糖度冰量的说法记下来，让你不再害怕在台湾点饮料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请写 email 给我，告诉我你在点饮料时遇到什么困难。第二个情况是，我觉得台湾人看到外国人愿意学习中文，或是融入我们的文化，台湾人很喜欢鼓励跟称赞外国人。从我身为台湾人的角度看，很多时候这是发自内心的称赞，但也可能只是客套话，也就是让双方感觉好的话。在台湾人的文化里，最经典的客套话就是早餐店的老板叫你帅哥美女。但是客套话不代表是说谎，客套话的重点不是别人称赞了你什么。我觉得当你听到客套话时，你要听到为什么人家要说出这样的话。很多时候说客套话
只是想要表达欢迎跟善意。我觉得当台湾人因为外国人说你好而称赞外国人中文很好，或是看到外国人拿筷子就表示赞赏，我觉得纯粹只是表达善意的一种。大家都喜欢被关注，我觉得台湾人也是。这件事情我觉得跟台湾的历史有关，之后我们有空再谈吧。但是台湾人其实没有想到这种称赞其实会让外国人不开心，特别是对于中文比较好的外国人，或是在台湾待比较久的外国人。我觉得如果台湾人可以思考看看，如果台湾人去到欧洲或美国，然后别人会对于台湾人用刀叉用餐感到惊讶，这样想起来的确不是一个很好的感觉。其实这会让人感觉自己的能力被漠视，而这也是微歧视的一种。在研究中，有一位外国学生提到，他已经学了很久的中文，但是他觉得他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对他的期望很低，他会觉得他的知识还有经验不被看到，他觉得被冒犯。我了解这位外国学生花了很多心血在学习中文，他的中文也肯定很好，但是并不是每个台湾人都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像他这么优秀的外国人。其实在台湾，我们也可以看见来台湾3年5年以上的外国人，除了你好谢谢之外，连基本的中文都不会说。我认为无论你的中文是只能说你好的程度，或是好到可以无话不谈，就是什么话题都可以聊。因为台湾人的这种客套话习惯，无论你是哪种，我觉得很多台湾人还是会跟你说你的中文很好。所以我真希望这位学生别难过了。的确，其实研究发现，在台湾待越久的外国人，对这种微歧视的感受会越明显。在语言方面，美国学生跟其他学生不同，随着美国学生的语言水平上升，他们感受到的微歧视越明显。如果台湾想要成为一个英语友善的环境，除了语言流利之外，最重要的应该是沟通文化。我一直认为文化课不是教你写书法，当然我觉得这些课很好玩，但对于一位外国人，一位外国学生自己在台湾生活，更重要的问题是，当外国人在教室学中文，试着跟台湾人沟通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互相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说话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，欢迎订阅。你可以在我的网站里看到这集的逐字稿，欢迎你用语音留言寄 email 分享给我你的想法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